全新的 Porsche Cayenne Electric 终于来到马来西亚，但它目前尚未在马来西亚市场推出，因为这一次 Porsche Asia Pacific 亚太区总部就决定在马来西亚主办 Regional Drive 区域性的媒体试驾，所以我们作为东道主邀请了来自新加坡、来自泰国、来自印尼的媒体一起来马来西亚共襄盛举。所以我们今天准备要试驾两款最新的 Porsche Cayenne Electric， 一个就是 Porsche Cayenne Electric 400多个 horsepower 4.8秒破百，然后还有最新的这个 Porsche Cayenne Turbo Electric 0到100 2.5秒，在Sport Boost 模式下呢，它可以去到1153个 PS， 就跟我上一次在西班牙塞维利亚试驾的 Porsche Taycan Turbo GT 一样的动力数据啦，差不多是2点多秒这样子。所以这次非常难得的就是因为选择在马来西亚主办这个 Regional Drive 的原因，也是因为马来西亚不要叫了可以吗？选择在马来西亚主办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有Sepang Driving Experience Center， 我们有雪邦赛道，在 South Paddock 这边有很多的 activities 可以给我们去体验这台车子。当然，最难得的就是我们可以去到 Bay 13， 就是去越野 Off-road， 不是轻度、中度，是强度的越野。因为我们在这个泥路上面 Hot Lap， 在泥路上面去体验这个车子的涉水深度，整台车子震进去泡在这个泥水里面，这个是一般你的试驾很难去体验到的东西，这样子啊。所以当然这些车子我最早的时候是在 Dubai 的这个 World Premiere， 在 Icons of Porsche。第一次看到这个 E4， 就是第4代的 Porsche Cayenne， 第4代的 Porsche Cayenne E4 来了。那我家人飞到来 Dubai 参加它的 Public Premiere， 所以这个第4代 Cayenne 首次跟公众亮相。那这个第4代的 Porsche Cayenne 呢，是目前动力数据最强劲的一款 Porsche， 它不是一个双门跑车，它有1156个 PS 跟1500牛车米的0到100 2.5秒，动力最强劲的一款车子。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 Porsche Cayenne 它来到 Dubai 进行 Public Premiere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Dubai 它算是世界转型的一个奇迹。那以前这边是产石油的，那现在其实这个 UAE 的石油都在阿布达比，那 Dubai 只有非常小的一个 Porsche， 那他们就成功转型成为一个航空枢纽、一个运输枢纽跟一个旅游城市。那我觉得对于 Porsche Cayenne 来讲，我们看到第4代的 Cayenne。那众所周知，这个第4代的 Porsche Cayenne 呢，它采用了全新的 PPE 纯电动平台，就是跟 Macan Electric 一样的平台，但是车身更长，轴距更长更宽，然后酷背板更低一点，风阻系数等等都会有所不同。所以目前来讲，这个 E3 就是第3代的 Cayenne 还有在售卖，有提供纯汽油版，也有提供 E-Hybrid 的这个 BHEV 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我们这一次也会试驾到。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 E3 是 ICE、BHEV， 然后 E4 就是 All Electric 纯电动的 Porsche Cayenne。所以事不宜迟，我们就带大家来体验看一下。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来一下 Facebook page， 还有最新开了抖音和哔哩哔哩 B 站的这个账号，我也会同步上传这些影片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最新 Porsche Cayenne Electric 的媒体试驾。我是戴主义 ，Let's go。那车身外观方面呢，我觉得这个 Porsche Cayenne Electric 的车头有一点 cute， 有一点可爱。但可爱这个形容词不应该拿来形容一台 Porsche 有1153个 PS 的超级 SUV 车子 ，right？ 但车尾的话就没有问题，因为车尾的话就是维持了 Porsche 一贯的那一种运动感、现代感、科技感，同样是这个贯穿式的灯条，然后他们将 Porsche 的这个字标内嵌到里面，然后它会发光的。然后下面还有这个亮黑色的后保险杆等等，然后因为电动车嘛，没有排气管等等，所以整个设计上是更加的 slick。然后这个尾翼是一个 Active Aero Kit， 就车头是很低调。怎么讲，很保守，但车尾就很侵略性，车尾就很，你知道吗？就是很年轻啦。
然后在网上看到最好笑就是很多人都讲哇 Porsche 抄中国车 ，Porsche 抄袭谁，就是太好笑了。因为如果你去 study 整个Porsche Cayenne 或者是马看的历程，你就知道那个曾经被人家模仿的，现在他讲人家模仿他，因为你要知道啊。中国车的研发周期是可以短至12到24个月，但德国车的研发周期可以长到5-6年以上，7年一个研发周期都是有可能的。也就讲说呢，他开始研发的时候，在他从零开始到车子量产这之间中国车已经可能换了3代，你知道多夸张吗？所以这个是非战之罪啊，因为你欧洲车就是这样子，你可以缩短吧，你怎样短都不够新能源新势力这么短这样子啦，所以车头车尾很难在今时今日去有什么突围，你就是极度难看，你就是没有这么好看，你就是标准好看这样子啦，所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你对这个新的 Porsche Cayenne Electric 的看法是什么，欢迎来讨论，欢迎来集思广益，抛砖引玉。那车身尺寸上呢 ，Cayenne Electric 在长、宽、高都比 Macan Electric 多出不少，特别是车身多出了201个 mm。那尺寸相近的对手呢是 BMW iX 或者说是未来的 iX5 Neue Klasse， 还有 Mercedes EQE SUV， 因为三者的轴距都在3000个 mm 以上。让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 Porsche Cayenne Electric 的大小，到我的下巴这边下来缩进去没有难度。OK， 所以很明显它比这个 All Electric Macan 大很多，比 Macan Electric 大很多，不管是头部空间、腿部空间、膝部空间等等都很大，而且它还有电动调整，整个椅子是可以向前调。然后还可以调整椅背倾斜程度。那你讲什么零重力座椅那种那种你去买冰箱彩电大沙发啦 ，OK， 这不是Porsche要强调的东西。可是我很surprise 就是它有地板空间因为一般电动车地板是平的嘛，所以你觉得脚踩到比较高，但是这个脚是能够踩到比较深的，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地方然后这边有柱子的冷气出风口，还有这边一共有4个冷气出风口，在马来西亚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虽然它有全景式的玻璃车顶，但是它是提供了内建的这个遮阳帘，所以不至于说你要自己加还是要怎样来讲。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卡宴就是保持了卡宴应该要提供给你的空间。后车厢空间方面呢，数据上是有781个litre，但这个数据是在强行把后排座椅推到最前面的状态。它的实际大小大约是506个litre，也就是跟 BMW iX 和 Mercedes 的 EQE SUV 差不多大小。同时它是一个纯电动，有100度电池以上，不管你买到任何一个 variant， 保底都有600公里 WLTP， 最 extreme 最厉害的 Turbo 还是一样有600多公里，所以这个跟第一代的Taycan有很大的不同。Porsche 在heat management， 在这个 regeneration、recuperation 等等，是的确从Taycan、Macan到Cayenne进步了很多。800伏的这个平台，然后 up to 400 kW 的 DC 快充，然后 up to 600 kW 的回电。市面上大部分的电动车都在150到250之间，它做到600 kW 的 recuperation， 而且它的持续输出能力很强，它不是印个5秒罢了，它可以持续印5秒，很多次。我讲的是加速acceleration 加速能力。你可能会想，为什么在马来西亚可是车子是 left hand drive 左舵版的？就像我前面说的，这是一个 regional drive 区域性试驾，所以所有的车子都是从德国原厂直接运到来马来西亚。试驾完毕之后，有的会去泰国，有的会去新加坡，有的会去印尼，有的会留在马来西亚。所以这个最新的 Porsche Cayenne Electric 呢，在今时今日这种冰箱彩电大沙发的年代，卷这个东西没有意思，因为 Porsche being Porsche， 保时捷作为保时捷，它只能够在它原有的基础上面去做一些花样，做一些新鲜的东西，像是这个曲面式的荧幕 Curve Display， 它不是像 BMW 这样子打横来取，它是直列式的曲面式荧幕。然后这边有 Passenger Display 副驾驶荧幕，有一个 coating， 你驾驶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这个我们在Taycan也是有看到。然后仪表板、方向盘等等都是跟Taycan一脉相传的，所以说实话它并没有什么惊喜。
OK， 因为它不是 Porsche 的第一台电动车。Porsche 的第一台 SUV 是 Cayenne， 但是 Porsche 的第一台电动车是 Taycan 到 Macan 才到 Cayenne， 所以这个布局上品牌策略上会有不同。那惊喜的话，我觉得没有，就是维持了 Porsche 一贯的这个作风。然后还是一样要强调，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Sport Chrono 的实体钟表 Analog Clock， 在今时今日越来越显得难得，它不是 Digital Clock， 它是一个指针的钟表啦。OK，so我觉得对于 Porsche 来讲，你买 Porsche 电动车来讲，这些东西应该不太是会让你 wow 的那种感觉，没有 wow 的感觉。那虽然我们都知道Porsche 呢作为一个高性能的豪华品牌，它整体的定位是高于市面上的电动车。那我相信很多消费者或者说很多观众还是会问，为什么我要买 Cayenne Electric 而不是像 Model Y、7X 和 G6 这样子的电动车？那首先这个 Cayenne Electric 呢，它有一个刹车不点头过弯不侧倾的 Porsche Active Ride 技术。那传统的悬挂顶多是用12V 或者用48V 来默默调整阻尼。那这 Porsche Active Ride 是用800V 的高压电来对抗物理定律，1秒钟内可以进行高达13次的超高速主动微调。再来还有 Porsche 的专利黑科技，也就是 Bank Charging。简单来说呢，就是它不挑充电桩，不管是400V 的充电桩还是800V 的充电桩，你 plug in 进去，系统会自动帮你分配，让你达到最快的充电速度。当然在最新的 Cayenne Electric 身上， Porsche 也首发了这个 Wireless Charging， 也就是无线的充电功能，只需要让车子靠近这个充电器，就能够实现稳定的充电速度。没有想到第一次开 Porsche Cayenne Electric 是在雪邦赛道 Sepang International Circuit， 所以我现在开的这一台呢，不是那个超过1000匹的 Turbo Electric， 这个是 Cayenne Electric 基础版，只有400多个 horsepower， 然后0到100 4.8秒。但是心里很压力的，就是因为它的价格不菲，在欧洲是9万到9万5千欧元，在中国大陆呢是88万到93万人民币。单纯就讲0到100 4.8秒来讲，比它便宜3倍的对手都能够给到你。但这个是 Porsche， 这个是保时捷除了品牌溢价之外，他们还有很强的护城河，就是它的 handling 操控表现，还有它的持续输出能力。所以这个 4.8秒真的没有什么戏剧张力啦。 OK， 打个比方，我现在在 Sport Plus 模式，现在出弯去到一个大直路， OK， 22寸的轮胎起步，一脚踩下去，这个是 Sport Plus 声浪。180、190，不到200。OK， 过弯，哇，车子非常贴地，比纯油的卡宴重心低很多。然后车子在摆的时候呢，even这个没有这个800V 的 hydraulic system， 你驾驶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如鱼得水，1分钱1分货，至少在底盘，在这个 PPE 上面。那这个底盘它是冗余怎么讲？它就是针对 Autobahn 高速公路长途高速行驶，加上你要下赛道，因为这个不是 Turbo， 这个不是最顶配，这个不是什么赛道配备，没有，这个是民用的 spec。在摆弯的时候，整个车子，Oh my god， 我觉得 Porsche Cayenne Electric 讲真的，你很难说服消费者的，因为一般人如果不是极限输出，不是极限 corner 摆，你不会去 appreciate 到底为什么你要花多几倍、多2倍、多3倍去买到一个保时捷的电动车，尤其外观造型上，它又没有给你什么横条式的头灯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有东西看起来它是这么低调、这么绅士，同时你要它狂野狂暴，它可以做得到。你要时速140 km/h 的时候切换车道，它可以随时奉陪，它可以 deliver， 这是 Porsche 的价值。Fake sounds 你把它关掉 ，Electric sound，
没有，它可以很安静、很舒服。在 Comfort 跟 Sporty 之间，这个 Porsche Cayenne Electric 做到非常的好。你不要看价钱啦，我知道，尤其马来西亚现在这个电动车的税务政策不稳定，我也很难跟你讲到底这个车会卖多少钱。不过我可以跟你讲的是，你一定要去试驾 Porsche Cayenne Electric，如果有机会的话啦，你才可以知道这个车子到底差距在哪里，到底差距有多大 ，compare to 市面上的一些竞争品牌来讲。OK，so歡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又係時候講拜拜，就期待下一次能夠有機會開到 right hand drive 右舵版馬來西亞 local version 的 Porsche Cayenne Electric。如果能夠在馬來西亞 CKD 本地組裝，皆大歡喜，顧客開心，商家開心，然後還可以出國去泰國，出國去其他東南亞國家這樣子，所以我覺得 Porsche 比 Porsche 貴。肯定是贵，但是贵的有理，贵的值得，值不值得这个其实因人而异啦，看大家的，你知道吗？对于汽车的要求是什么？所以外观造型，我还是觉得它太过可爱，太过像一个肥皂这样子，不够 aggressive， turbo 了还不够 aggressive。那这虽然不是我第一次试驾或者是试乘超过1000匹马力的车子，但这是我第一次在 off-road 在越野路在烂泥路上面试乘一个超过1000匹的车子，所以这个就是最新的 Porsche Cayenne Turbo Electric up to 1156个 PS。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打开 Push to Pass button、Sport Chrono button 等等，所以理论上它大概只有800-900匹的这个动力，但最恐怖的就是因为它是电控四驱，所以它是微毫秒级的这个调整，还有800伏的 Hydraulic Suspension System。所以刚才我们在这个 Hot Lap 里面一度去到了120 km/h， 而最恐怖的还不止这样子，因为它不是 All Terrain Tire， 不是 Mud Terrain Tire， 它是 UHB Road Tires， 可以做到这样子的表现，真的是太夸张。所以很多人都在讲谁会开 Porsche Cayenne来越野，谁会开 Porsche Cayenne Electric 去 Off-road？ 重点不是你会还是不会，重点是它可以做得到，它可以完全没有问题。2.6吨 ，so what？OK，so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 Hill Descent Control， basically 就是 control 方向盘，因为油门也不用动它，然后brake pedal 也不用动它，所以下面这个水很深，我们看车子可不可以处理。那Porsche Cayenne Petrol 跟 Porsche Cayenne EV 最大的差别就是呢，因为它底下是防水的电池，所以感觉上大家会很害怕这个电动车不能够涉水。那刚好相反，就是电动车在water wading 方面呢，其实是比汽油车还要有优势的，因为你没有 exhaust pipe， 你不用怕车子要 intact 要进气等等，所以这个也是 Cayenne Electric 在越野方面的其中一个优势。同场加映还有这个 E3 就是第3代的 Porsche Cayenne SE Hybrid， 它是一个 3.0 车 V6 PHEV 的版本，所以也可以让我们比较 E3 跟 E4 之间的差别。所以目前是一起卖 E4 纯电动平台，所以还是一样非常高兴今天可以在 Sepang Circuit 在马来西亚，在我的主场试驾到这个 Porsche 史上第一台纯电动的 Porsche Cayenne。其实在我入行的时候，我就已经开过 Porsche Cayenne E Hybrid 在 Sepang 上面，然后后来也有 V8 的 PHEV， V6 的 PHEV， 这个是 Porsche， 其实 Porsche 从 Cayenne 汽油到 Cayenne 电动，它不是很突兀的，它是 step by step 循序渐进，一步一步，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走到今天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期的影片，我是戴主义，我们下期影片见。